瓦努阿图的瓜，不知道你有没有吃到？如果你只看中文媒体，估计很难看到这则新闻。但是看完我今天的分享，你一定会对快速入籍项目有能够拯救你的新的认识。大家好，我是 William， 欢迎收看 William 带你看移民这个系列。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起源呢是一则新闻，就是欧盟的官方网站以及各大的主流英文媒体最近都在报道关于欧盟禁止瓦努阿图护照免签的新闻。我把这个中文的文章放在屏幕的侧边，大家可以阅读一下。我跟大家来简单概括一下，就是瓦努阿图从2016年开始快速入籍项目，这次欧盟规定对2015年以后通过快速入籍获得瓦努阿图护照的人停止免签申根。瓦努阿图的护照曾经的一个卖点，第一个就是申请条件非常宽松，但凡你是对世界上快速入籍项目有一点点研究，你一定听说过这个项目。任何一个投资入籍项目都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事情。当我们去改变国籍，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身份，这本身就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如果你把他的申请条件放得宽松，不用提交某些材料，不用提交无罪证明，甚至暗示你可以蒙混过关，我觉得这是对申请人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态度。因此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卖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要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招揽你的方式是你来吧，不用提供什么材料啊，你来了我就直接给你发护照，而且2到3个礼拜就能获批，请问大家会怎么样看待这个护照？请问你如果获得这样的护照，你敢不敢坐飞机？当我们进行国际旅行，面对各国的海关，那么你几乎是在头顶上写一个字啊，你快来查我吧。难道你要把你的上亿的身家搞到这个身份下面吗？但说到这里啊，有的人可能会反驳啊，那个谁谁谁他就是用了这个身份，怎么样 ？OK， 那我要说的是，请问你认识他吗？这么私密的事情，请问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如果不清楚细节，这就没有讨论的意义。那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很多人选择去办瓦努阿图的绿卡或者护照。可能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呢，是为了孩子上国际学校；第二是为了海外资产配置；第三为了旅行方便，免签国比较多。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为了孩子上国际学校。现在在国内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就是用外籍身份上国际学校，避开高考，用华侨生的身份去参加高考，从而达到弯道超车。很多国内的国际学校呢，要求你必须有外籍身份，有绿卡或者外国的护照，因为国内一些特定的学校、特定的教育资源只招收外国人或者有外国身份的人。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被推荐，你要不要去办理一个瓦努阿图身份，瓦努阿图的绿卡或者护照？对于国际学校和华侨生联考弯道超车这件事情我是同意的。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考虑到国内的教育形势，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不论从我个人认为还是从客户的长远角度，你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上学这么简单。有的时候不要因为图一时方便，我们就去做一些比较轻率的选择。长远的规划往往比选择来得更重要。如果大家去申请过美国签证，你应该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不管你有几个身份，不管你之前的国籍是怎么样，后来又变更了什么样，你都会要求真实的公开，甚至你去过哪些国家都会要求你真实公开的去填写 DS100 的表格。不仅仅是美国了，其实欧美的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欧盟也是一样的。那么请问孩子上国际学校，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孩子去国外留学。那么留学完了之后，你是不是想让孩子在国外定居，在国外找工作，拿到国外的绿卡，最终移民海外呢？移民到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呢？那你终极的目标其实还是要移民海外。那么如果你有瓦努阿图的身份，面对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移民局，那请问你到底是披露还是不披露？想必这是对人灵魂的拷问吧。这个到底是你对你的孩子是好事呢，还是坏事呢？大家不要想着去挑战五眼联盟、欧盟这些欧美的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数字化的今天。所以各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不要因为一时的头脑冲动，在移民的道路上为自己留下一些隐患。
这就回到了我们刚才的初衷，就是我们为你提供的是一个长远、安全、可靠的底层身份解决方案，而不是仅仅提供给你一个快消品。令人意外的是啊，欧盟的禁令从1月12号爆出来之后，仅仅过了2天，瓦努阿图官方也做出了回应，就积极的提出了整改方案，就是计划对这6年里通过投资入籍计划获得公民身份的人进行全面的追溯性审查，也就是重新做一次背景调查、尽职调查。其实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强调过尽职调查的重要性，各位也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或者关注我的频道，今后我还会跟各位做进一步的分析，市面上的一些比较火的所谓护照项目是否真的适合你。我相信经过这样的一次风波之后，瓦努阿图的快速入籍项目今后也会朝着积极方向的发展。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一件好事。那么欧盟呢也表示，如果整改措施得当，会重新考虑恢复免签的政策等等。那不论大家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我们都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让生活呢过得更好。瓦努阿图这样一旦被欧盟取消免签，就意味着当初我们企图有这样的一个捷径去欧盟，那么现在又要重新申请申根签证，最后还有可能要补交一次无罪记录。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项目对一些特殊情况的客户在一定条件下办理还是适合的，但是在事实层面上，我们仍然支持在选择之前长远的规划更为重要。面临无法进入欧盟申根区的限制，如果你已经有了瓦努阿图身份，你可以有3种方式进行应对。第一，就是现在办理申根签证来弥补无法进入申根的情况，这样你就通过重新的申请申根签证，补交对应的文件，弥补了不能进入申根区欧盟的一个劣势。第二，就是办理加勒比国家护照，用新的身份重新做规划。我知道这样对大家可能理解起来蛮有挑战的。我已经有了瓦努阿图身份，怎么还要让我再办一个加勒比身份呢？但是当你真正理解了完整的身份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会理解我的意思。第三就是我之前也介绍过，欧洲有一些项目，譬如希腊的 FIP 或者葡萄牙的D7这类签证，能够让你重新获得在欧盟生活的机会或者你可以选择当下很流行的 Digital Nomad 的方式获得居留权，从曾经不用提供无罪记录就可以获得瓦努阿图的护照，到现在被欧盟取消免签，代表现在各国在对边境的管控也越来越严谨了。也建议大家在新的一年出行旅游之前，先做好事先的准备。如果已经有了瓦努阿图绿卡或者护照的朋友，你可以联系我，我会尽量帮助大家。当然，如果你在身份规划和海外资产配置遇到任何问题，欢迎你和我取得联系。我是 William，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不错过任何一次更新。我们下次见。